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又来开箱香奈儿的包包了。话说我今年真的是掉入了香奈儿的大坑。年初我还在吐槽他们上新频率太快，款式大同小异，然后就啪啪打脸。这已经是我今年入手的第4个香奈儿的包包了。当然和大户还是没法比，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今年买香奈儿包包的数量确实是相对比较多一点。然后最近每一季上新，我都是第一时间跑去店里。今天要分享的这只包是最新一季24B，就是24年秋冬 Pre Collection 里边的一款。其他的就先不多说了，我们马上先来开箱。这次入手的是一个小包，哇，这个皮质摸在手里好舒服。就是这一款啦。Classic Flap 大 mini 黑色。它虽然是24B 这个系列的一款包，但是并不是一个新款，而是一个经典款的回归。我把这边的纸也拆掉。我终于买到这款包了，这款包真的是超级的难买。它是个经典款，但是它来货量非常少，去店里能碰到这款包的现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。所以这次我听说24B 这一季，方胖子还有大 mini 都回归了，我就第一时间跑去店里。这一季出的是羊皮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我买到，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羊皮，怕太娇嫩，更喜欢牛皮，但是这个羊皮的手感真的很好哎。而且我觉得羊皮还好，没有想象的那么不耐造。然后这个五金是淡金色的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没有那么的金色、银色都可以搭。这个包就是 Chanel 非常经典的 Classic Flap 的款式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。简单来看一下，打开之后里边是这样，有一个带拉链的内袋。然后还有一个不带拉链的内袋，没有任何的分层，这个容量很够用，手机放进去还绰绰有余，还可以放卡包、补妆的口红、粉饼啊、钥匙什么的。而且因为它后面有个带拉链的内袋，有的时候我都不带卡包，就直接把卡揣进去也可以。后面还有一个口袋，可以装一些杂七杂八的。所以这个包对于日常出门需要简单带的一些东西来说，这个容量是绝对够用的，所以还挺实用的一只包。那虽然我已经有好几款 Chanel Classic Flap 系列的包了，但这款大 mini 我也长草很久了。那今天就顺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Chanel Classic Flap Collection。首先是我入手的第一个 Classic Flap， 是这款 Jumbo Size。我每次把这款包拿出来就是一个大震惊，而且我每次看到它都会觉得比上次看到它好像又更大了一些，真的是巨大的一个。这个包是我2011年在法国的时候买的，来对比一下我当年用的包和我现在用的包的大小。当时就是很喜欢大包，那这个包当年退完税之后，我记得是不到4000美金，然后这款大 mini 现在的价格是税前5200美金，然后这款Jumbo Size 它是荔枝牛皮的，这个是羊皮，我其实还是更喜欢羊皮的这个质感。这款 Jumbo 它那个金扣颜色会更加的金，更加黄一点。然后现在这款大 mini 它就是那种淡金扣。我当年是真的很喜欢买大包，一个是出门真的是要带东西，要追求实用性，要够大。
二是我确实很喜欢大包背上那种很大气、很飒的感觉。当年看那些小的迷你包款，觉得跟玩具似的，就这种够大、够实用的包才可以。而且当年我试背这个包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它大，而且当年我也确实用这个包背它出门，然后装很多东西。但现在再看这个包，不光是尺寸巨大，而且也是非常的重。我当年是怎么背这个包出门的呢？因为它的皮质是这种荔枝纹牛皮的，皮质非常好，而且里边还是双层的，就是经典的这个 Classic Flap， 它里边双层是这样的，就更加的重。还有这个皮穿链条也很重。这款包现在我已经不用了，但是我也没想过要把它转出手，就放衣柜里放着吧。然后还有一个 Classic Flap 是这个中号，这个我到现在也是蛮喜欢的，时不时还会拿出来用。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包的颜色，它是一个米金配色，非常优雅、非常温柔的配色。我觉得这个米色超级好看，比那种奶茶色更深一点的那种奶茶色要更好看、更温柔。这个颜色也非常好搭配。这个尺寸是中号，我觉得它大小还蛮好的，它里边也是这样双层盖的。这个大小就很适合当做腋下包来背，而且现在再看这个包，我也不觉得它大，容量也是蛮合适的。这个也是荔枝牛皮，这个包也是我11、12年左右的时候买的，我记得税后价格也就是3000多美金的样子。我早年买的2个 CF 包都是比较大的尺寸，后来随着小包越来越流行，再加上我出门带的东西越来越少了，我就更想要一个 CF 小号。然后 Chanel 就开始疯狂的涨价，价格一路飙升，我就下不去手。特别是我买这2个包的价格也没有很高，然后我就买不下去手那个小号。但我越买不下去手呢，它价格涨得就越快，导致我更下不去手。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，就放弃入手 CF 小号了。然后我就把目光放在了 mini 款式上，因为 mini 款它的容量也可以，然后性价比会更高一点。我有一个方胖子，是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买的。话说在国内入手 Chanel 也比在美国要便宜，因为定价都差不多，在美国还有一个消费税。这个包是18年春季还是早春夏出的一个颜色，是这种很亮丽的玫红或者西瓜红的一个颜色，就特别适合夏天。它是羊皮的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入手Chanel羊皮的包包。当时也觉得很担心会不会不耐用，但是很喜欢这个颜色，特别是这个颜色放在羊皮上就更显得它很娇艳欲滴的感觉。然后配的五金是这种淡金色的扣子，也很好看。那这个包因为它颜色比较跳跃，确实用它的机会比较少，只有春夏周末偶尔会用1、2次，所以这么多年下来，它的状态保持的还是很好的。再加上我用包确实是比较小心一点，所以这个羊皮的包包呢，我也没有很担心。再加上这个手感真的很舒服，所以这一次入手这个大 mini 羊皮，我也没有太多顾虑。这个是大 mini 和方胖子的一个对比。18年入的这款羊皮的包包，它的皮质好像要更好一些，皮质非常的平滑。那我这次入手的这个大 mini， 我看到它的第一眼，我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皮质自带的，像一些折痕，就没有那么的平滑的一个感觉，但是也还好，因为它的这个光泽感还是很漂亮，就感觉是没有那么新，感觉像是被用过，有一点旧旧的那种皮质的感觉。我觉得在皮质这方面好像是没有以前用的那个羊皮的品质好哎。另一个让我最近非常想入手 CF 大 mini 的原因呢，是我上一季入了这款葱花呢的 CF 大 mini， 这款包之前和大家做了开箱了，我非常喜欢，而且背它出门，我感觉它的大小很精致，然后容量又很实用，而且它和方胖子相比呢，方胖子就更可爱，就主要是斜背，然后这个大 mini 呢就更加优雅一点，无论是斜挎还是短链，
背在腋下还是单肩背都很好看，所以我就更加想入一个黑色的经典款。那这一季听说大 mini 和方胖子都回归了，我就赶紧问了我认识的 sales， 当时他告诉我就是纽约最近一直都没有进方胖子，然后大 mini 呢基本就是每个店只有一个，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冲去店里。我当时去的第一家店没有买到，跟我一起进店的另外一个女生，她大概就比我快10秒钟吧，就她先看那个包，然后她买走了。这一季出的除了有黑色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奶茶色，还有一个酒红色，他当时就是黑色和奶茶色都买走了。我是会更想要这个黑色，因为我这次就是想买这样一个经典款。奶茶色其实也蛮好看的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黑色包会更加的百搭，比奶茶色。然后那个酒红色我会觉得有一点老气，我不太喜欢。在第二家店，那个奶茶色就摆在货架上，然后我问 sales 你们有没有黑色，他一开始说我们没有，我已经看过了。然后我当时不死心，我说另外一家 sales 刚帮我查过了，这家店有，你能不能再帮我找一下？他又让仓库的人去找，找了很久，有快10分钟了吧，终于找到说有这么一个，然后就入手啦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款包上身的效果。其实上次在拍这只包包的开箱的时候有拍上身的镜头，今天我就懒得拍全身的镜头了，就简单来看一下。这个包斜挎的话，就是到胯的这个位置。如果你嫌它太长的话呢，那就用调节扣在里边给这样扣起来，大概能给它缩短到这个长度。然后我上次背那只粗花呢的包出门，我是这么背的，把这个链条先给它拉过来，然后在里边绕一圈儿。这个长度的话，单肩背到腰这儿，或者把这个肩带两边各绕进去一圈儿，就这样绕2圈儿，或者这样就缩短成为一个这种腋下包的长度。以上就是今天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希望你喜欢这支视频，给我点个赞，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